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小镇杰西卡这个频道。不少朋友呢留言都说喜欢看我的聊天节目，那么今天就带着 Bruce 给大家来一期吧。日常呢，我收到不少朋友的提问说你发片子的频率这么高，一周3到4个，但是你又是一个人在家上班，没有老板，也没有固定上下班的时间，你是怎么样做到每天都保持这种工作热情和工作节奏，不摸鱼、不拖延、不崩溃的呢？其实不瞒大家说，前几年呢，我不是这样子的，我的时间管理也是一塌糊涂因为那个时候刚刚全职开始做自由职业嘛，我就在想，那既然自由职业了，跟以前打卡不一样，我还不赶紧享受这份自由嘛？所以呢，写了会儿文案呢，就开始摸鱼看手机，或者说白天大把的时间呢都不知道用在哪里了。到了晚上呢，一晃才发现，天哪，我这一天在干嘛？后悔不已。就这样反反复复折腾了蛮久。那最终呢，我摸索出了一套经验教训，最近2年实践下来呢，还是蛮有用的。那么今天我就给大家分享我的5个在家工作效率很高的小贴士吧，送给有缘的朋友。老规矩所有能够买对的单品链接我都会放到 YouTube 的信息栏里面，大家只要点击摸我更多就可以进去拿链接了。我是小珍杰西卡，记得订阅这个频道，也请大家多多点赞和留言。我也开通了 Facebook 和 WeChat 的私密购物群，在群里面呢，我会第一时间分享我的同款以及相关更多更好的折扣，等你来玩。那我们就开始了。我做的工作呢是需要一些创意的，那有些朋友可能会认为你是不是要等到灵感来了，有感觉的时候呢才开始创作？哪有我从来都不是等灵感的。对我来讲呢，我就是每天在固定的时间做固定的事情，其实就跟我以前上班一样，早上起床洗漱吃早饭，然后出门上班，跟我现在其实情况是一模一样的。拿我自己举例子每天一般呢，我是差不多8点半左右会自然醒，接着呢，我就会泡一杯红茶，打开电脑，开始一天的工作。早上一开始呢，我会回复一些留言和邮件，同时呢，要和几个助理呢对一下他们的工作进度，保证呢一切尽在掌握。接着呢，我就开始运动，然后洗澡吃早饭等等。差不多11点到11点半之间呢，就是我整一天最重要的一个工作时间段。因为这个时间段呢，我的精神是最好的，专注力是最高的，所以我用它做最难的事情。一般呢是拍视频，或者是写下一支视频的脚本。差不多呢，到了3点钟左右呢，我的这一个比较难的工作呢就会告一个段落。那因为我是一个人在家上班嘛，如果一直在家呢，就比较容易抑郁所以当一整个工作结束一个段落的时候呢，我会倾向于出门把自己溜一圈。那可能是去附近的超市买个菜或者说去邮局寄东西又或者只是出门转一圈放个风。有的时候呢，也会和朋友约着喝咖啡。出门转一圈的心情会比较好一点那包括呢，我也会下楼拿快递，拿上来呢，开箱一件件慢慢的试，也都是会安排在这个时间段。再接着呢，我会根据当天的工作的情况比如说把之前没有完成的事情呢收一个尾，或者说呢，我会做一些比较轻量的工作，直到做晚饭，接着吃饭洗碗各种把脸洗一下，七七八八搞完已经7、8点钟了。那这个时候呢，一直到睡觉之前，我做的工作呢就是相对比较琐碎一点的，比如说做一些长视频的后期或者说在群里面发一些购物链接等等，都是比较拉拉杂杂的小事情。然后一直呢到晚上11点左右，我就会关电脑、跳床、看书，准备睡觉。每天呢都是周而复始的，就像打卡上班一样，非常的没有创意。你看我每天基本上都是在同样的时间做同样的事情因为我感觉自由职业最大的问题不是不自由，而是太自由了，自由到完全就没有边界了。所以自己呢还是要给自己稍微设置一个边界，这样更容易操作。那么固定的时间做固定的事情呢，就可以帮助我大脑呢就可以自动运行，不用再考虑说我到底应该什么时间做什么样的事情，就可以减少那种决策时候的焦虑和所花的精力。
这样的生活工作呢，也会变得比较规律。久而久之呢，你的身体和你的意识就会自动配合。你做任何事情呢，像我现在就不用考虑意志力的，因为就好像每天刷牙、洗澡、洗脸、吃饭一样的，就是进入一个 autopilot 自动运行的模式。那生活呢，就会相对简单很多。你就会把时间精力放在那些你真正需要思考的事情上，而不是说，我现在到底应该做什么这样一个决策上。而且呢，我是个比较容易焦虑的人，固定的时间呢做固定的事情就可以帮助我减少自我消耗。我不会在那些我到底什么时间做这个，什么时候做那个这种边缘上面拉扯。当你的生活工作比较有规律的时候呢，也不太容易焦虑清澈。不过要注意我说的固定的时间做固定的事情，并不是说把时间给框死比如说有的时候呢，我也会安排今天要出门一天，或者说晚上和朋友吃饭等等，这都是没有问题的，只要提前调节好就可以了。比如说我今天拍这支影片，其实并不是在11点到下午3点之间，现在是早上是10点半。因为今天下午呢，我要出门看医生所以我就主动调节了我的工作时间段。总之吧，给自由呢加上节奏感，让生活变得更有规律，固定的时间做固定的事情，才可以走得更远。以前呢，我在公司上班的时候，我是一个非常有计划性的人，也就是说，我手上的每一个项目呢都是有时间表，我也会知道每个项目的 deadline， 每一周呢都会跟相关的同事开会，来保证每一个项目的每一个步骤都是按照我们这个时间表来运行的。那我做自由职业呢也是一样的，像我现在呢就是有一个长视频的排期表。而且排期呢都是1个月起步的，而且我会公布在助理群里面，同时每一周呢和助理们开会讨论，保证每一个项目的都能够按时安置的完成。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排期表，所以呢我也会有 deadline。总之吧，就是这样的一个时间规划呢，就是让我有一种一切尽在掌握的感觉，这个是我在工作中最享受的一种状态。也正因为有这样的排期表、时间表，所以我每天只要按照这个 timeline 来做事就可以了。我可以同时做好多视频的计划，但是完全不会乱掉。因为这些东西呢，我都是有轻重缓急的嘛，所以可以根据我的上线时间来进行调整。也正因为我一切都是提前安排的嘛，所以我的心情就会很放松。而且呢，也因为时间比较充裕嘛，所以我在这个过程中会不断的调整优化，而不会急匆匆的临时抱佛脚。因为我是焦虑体质啦，所以我一定会避免让自己陷入那种来不及临时抱佛脚那种感觉真的是急火攻心。对我的精神状态会伤害很大，所以我一定要提前安排这样呢，我的心情也会放松很多。那另外呢，这样的时间表也会给到我 deadline。那我相信大家应该都知道 deadline 的重要性因为如果你没有 deadline 的时候呢，这个项目可能就永远漂浮在空中，永远没办法落地。但是一旦你有了 deadline， 你的脑子里面好像自动就会上了一根弦就会知道我大概应该在什么时间做什么样的事情。这样的一件事情呢，就从空中楼阁变成了一个可以执行的很具象的一件事情。这样呢也方便我开始这个项目规划每一步。总之吧，我感觉呢，当你提前有一个计划在心中的时候呢，哪怕你是自由职业，哪怕你没有人盯着，其实这一张排期表也可以很好的帮助你规划你的工作，而不会做到呢到最后一刻就说来不及了，急火攻心那样，一切都会游刃有余，一切尽在掌握中。都看到这里了，如果还没有关注小镇杰西卡的朋友呢，记得动动手指，打开小铃铛，关注我，就可以看到我随时的更新了。那我们就接着往下说。第3个我的工作小贴士呢，就是保持环境整洁。大家肯定没有想到过吧？但其实呢，整洁的工作环境呢，能够提升我们的专注力，让我们的工作效率更高。来过我家的朋友都会感慨一句哇，你家好干净完全看不到杂物的。确实是这样我给大家随便拍了张照片，大家感受一下你看，这是我的客厅是没有任何不需要的东西，所有的东西呢都会放进橱柜或者抽屉里面。而且我进门的地方呢，也是没有什么鞋子或者鞋柜这种一大堆堆在那里的情况，所有东西都是用完各就各位，都会放回柜子里。
而且因为我的工作的桌子呢离厨房比较近哦，所以呢我对厨房这一边的干净的程度要求会更高。一旦我吃完东西或者喝完茶，我就会立刻把这些锅碗瓢盆全部洗干净，绝对不会把它堆在水池里面的。另外大家可以看啊，我在灶台上呢也是不放任何锅子的，我用完呢就立刻洗掉，擦完立刻放到橱柜里面。那这样呢厨房看着就特别的干净整洁。还有一点呢，就是每天晚上呢，我在关闭电脑的时候啊，我都会有意识的收拾一下桌子，把不需要的杂物呢都放进抽屉里面。同时呢，像鼠标啊、手机什么都会放到电脑架子上面藏好，看不到。其实就只要花1分钟时间啦，但是呢，每天早上起来看到桌面这么样的整洁哦，心情就很好。这样呢，开始一天的工作的时候呢，就有那种哇，好开心的那种感觉。说到这里呢，可能不少朋友会说，哎呀，我也想呀，但是我哪有像你那么爱干净啊？其实不是这样的，我在年轻的时候，我的家里和我的办公室比谁都要凌乱哦。因为我25岁开始就自己租房住了嘛，那没有父母的管束，我就很早就放飞自己了。衣服穿完呢，从来不叠的，就这样随便扔在椅子上面，然后吃完东西呢，也是都堆在水池里面啊，就非常的脏乱差。我网上呢随便找了一张图，大概就这个感觉。那我的办公桌呢也是这样的，永远都是堆满了无数的文件。而且因为我是做 beauty 这个行业的嘛，会有很多竞品啊或者是样品需要我来签样和 review 的嘛，那我的桌子上也有很多很多的样品，就非常的可怕。以前我还有同事来提醒过我说，哎，你要不要整理一下桌子啊？我永远都是不屑一顾，理什么理呀？像我这么有创造性的人，从来都是不拘小节的，好吧？我知道东西在哪里，但其实呢，我为了找一件东西，经常要花30分钟，也很浪费时间。就这样整整从25岁一直持续了应该有10几年的时间，我都一直是桌子啊还有家里面非常的脏乱差。慢慢的呢，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我呢工作环境也换了好几茬，那也一路碰到过不少贵人啊。那其中呢，我就有一个 mentor 跟我讲过，你要不要考虑整理一下你的办公室？因为当你的环境是乱糟糟的，你的思路呢大概率也是乱糟糟的。反之亦然，你尝试整理一下你的办公室啊，说不定呢就可以让你豁然开朗，做事呢更有条理一点。我开始呢还将信将疑啊，后来试了几次之后发现，哎，这是真的呀！一个干净整洁的环境哦，确实就像我们的大脑一样哦，好像就是能够让你的专注力呢更加的集中，而且做事呢效率更高，心情呢也没有那么烦躁了。而且那个时候呢，我因为一个人要对接10几个亚洲市场，还有美国总部这里嘛，事情就很多又很杂乱。但是呢，我试了几次之后，发现确实要比以前心情要好很多，而且出错的概率呢也会变小。后来我去查了一下，整洁的环境是不是跟工作效率是有关的，发现还真的是。而且呢，这个原理呢背后其实还有心理学支持。因为凌乱的环境呢，就会让你的大脑不断的在扫描周围的那些无用的纸张啊，或者是碗筷啊，或者是乱七八糟的东西。心理学上呢，称之为视觉杂讯 （visual noise）。这些呢都是潜在的干扰源啊，哪怕你说我没有主动去关注它，但是你的大脑呢，其实在潜意识里面已经关注了这些杂乱的东西，它呢就会在无形中呢分散你的注意力，让你呢就不是很能够集中，当然会让你的工作效率呢变得没有那么的高。其次呢，我们的大脑呢是倾向于寻找一种秩序感和掌控感的。当你所处的环境是很干净清爽的时候呢，你的大脑就会自动提醒你，我一切尽在掌握，我有一种掌控感，那种很正面的心态。这样呢，肯定能够降低焦虑啊，也能够让我们变得更加的积极，也更愿意主动的去做一些事情。第三呢，干净整洁的环境呢，还能够降低我们的皮质醇水平啊。皮质醇呢，就是一种压力荷尔蒙，让我们呢会感觉更平静、更愉悦。那这一点呢，对我这种焦虑体质的人来说呢，特别的重要。我这里呢也忍不住插一句啊，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呢比较懂那种风水和玄学啊，他也经常跟我讲，家里的杂物呢用完都要放到柜子里面，桌上呢不要留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啊，这些在风水上呢都称为煞气。
每一样呢都会给你输出负能量啊，长此以往呢，就会让你觉得心里面负担很重。而且会影响你的健康运啊、财运啊、事业运等等啊。那虽然我不是很懂这些风水啊，但是你看是不是和现代心理学呢是不谋而合的？而且我现在在家里上班嘛，那干净整洁的环境对我来说更是至关重要，所以我就每天不遗余力的要好好整理收拾房间啊。当然啦，因为我的起点比较低啦，我其实也没有收拾的那么干净，完全达不到可能人家可能有一些洁癖那种程度，我就是属于那种80分的水平啊，但我自己已经非常满足了。而且我很多东西呢，其实就主打一个差不多就行了。那橱门一关呢，什么都看不见，但可能橱柜里面呢也没有说做的那么的井井有条了，但是至少表面上呢看上去很干净就可以了，可以帮助我呢在这个整洁的环境里面呢更加愉悦、更加放松，同时呢提升专注力，让我的工作效率会更高。像我这样做自媒体的，有的时候呢会碰到一些比较难拍的片子，或者是难写的一些脚本啊。那之前呢我就很容易放弃了，就想哎呦这个太难做了吧，要不就不做了吧，真的是怎么办呢？那我的 mentor 呢之前也跟我讲过一句话，我印象特别的深，他每次都会跟我讲你是怎么样吃大象的，就是英文的一个谚语啊 How do you eat an elephant?One bite at a time， 就是说每一次呢就吃一小口。它的意思呢就是说你这个任务呢哪怕像大象一样这么巨大都没关系，你要吃大象你也要一口一口吃啊。其实跟我们中国常说的那句饭要一口一口吃是一个道理。任何庞大复杂的任务呢，其实你只要把它拆解开来，拆成一口一口，其实就没有这么难了。所以呢，从那天开始呢，我就放下了，我就不会给自己下什么死命令。今天我就必须要把这个脚本写出来，或者这种我今天必须要完成什么什么，因为这样压力太大了。我经常会做的就是，要不打开电脑，我们随便先写2行吧。或者说这个事情太难了，那我今天就先做 Part 1吧，先尝试起来再说。然后你就会发现写着写着灵感就来了，可能这个事情就没有你想的那么困难了。很多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大脑呢其实并不是怕工作，而是怕开始工作。把任务拆小，然后呢就像游戏通关一样，一点点往下进行哦，到最后你就会发现一个再大再复杂的任务呢也就这样轻松完成了。所以第4个小贴士就是把任务拆小，饭要一口一口吃。我相信呢，很多全职自媒体人呢都有熬夜的习惯，因为感觉可能晚上的灵感会更多。但是我自己是从来不熬夜的，因为我年纪大了，一熬夜我真的几天都补不回来啊。不过呢，其实在几年前我不是这样的，那个时候呢，我是2020年，我刚搬到纽约来，刚开始做全职自媒体的时候。因为我的助理还有很多品牌呢都是在中国的嘛，那我觉得晚上呢和他们对接会比较方便一点，因为是他们的白天嘛，所以我每天都搞到很晚才睡觉。那个时候呢，我一般是要到早上4、5点才睡觉，一直睡到中午。但是我试了几次之后发现这个反而让我的工作效率变低了，而且每一天心情都很不好。因为我晚上呢就打哈欠，但是又不能睡，那中午起来了呢，整个下午人都是昏昏沉沉的，反而影响我的工作效率。所以呢，我就决定还是要顺应自己的生物钟，顺应当地的时间啊。每天呢，我基本上就是12点左右睡觉，睡满8个小时。第二天起来呢，我这一整天精神都会很好。那这样呢，心情好，精神好，你自然的创造力也会比以前更加的旺盛。所以我很少有什么工作很累这种情况，因为每天休息的好嘛，对我是非常重要的。好了，那么以上呢就是我的5点在家工作的小贴士了，送给有缘的朋友。我这里也总结一下：第一，固定的时间做固定的事情；第二，提前规划；第三，保持环境整洁；第四，任务拆解，饭要一口一口吃；第五，不要熬夜。这就是我一个人在家还可以保持这样的工作状态，不拖延不摸鱼的小秘密啦，希望大家喜欢。
如果喜欢这支影片的话呢，也记得给我点一个赞吧。如果还没有关注小镇杰西卡的朋友呢，记得动动手指，打开小铃铛关注我，就可以看到我随时的更新了。我也开通了 Facebook 和 WeChat 的私密购物群，在群里面呢，我会第一时间分享我的同款以及相关更多更好的折扣，等你来玩。那我们就下次见了，拜拜。